这是一项一旦失手就有可能失手的捕蟹工作。徒手在浑浊泥水中摸索螃蟹是极其危险的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九指蟹王。要想成为一位捕蟹高手，必须能和大青蟹进行斗智斗勇。在摸索螃蟹的时候，时刻注意自己的手指不被大青蟹的钳子夹到手，同时理清大青蟹的前后，将螃蟹的后脚抓住，一只大青蟹就到手了。男人名叫库里拉，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捕蟹高手。刚来就捕捉2只大青蟹，螃蟹的天灵盖在库里拉的黄金右脚镇压下，螃蟹很快就被绑得动弹不得。另一只螃蟹却趁着库里拉忙碌之时逃回到水中，绑扎好的螃蟹拿到水中进行清洗一番，想趁机逃跑的螃蟹也顺手被库里拉抓住。很快螃蟹又拿到岸上被绑了，被绑扎好的螃蟹也趁机逃跑。刚来就捕捉到2只大青蟹，确实让人羡慕。随后在岸边发现一个大泥洞，库里拉二话不说进行开挖。开挖的过程中用手伸进去摸索，手够不着后只能用脚。一轮摸索过后竟然啥都没有，只能继续沿着小溪岸边搜索螃蟹身影所在。一旦发现螃蟹，就加快脚步走过去。浑浊泥水中的螃蟹很快被抓住后脚，在手指的按压下，外强中干的螃蟹因此逃过一劫。拿起麻袋继续寻找螃蟹，刚走几步，在枯木旁边的一对大青蟹正在阳光沐浴，被库里拉发现的螃蟹都无法逃脱它的魔爪。较小的母蟹并不是库里拉的菜，只能把它放回到水中。体型硕大的螃蟹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从它的体型目测应该有1斤往上。被绑扎好的螃蟹放进麻袋里，每当退潮后的泥潭土里都会出现大量的螃蟹。一旦被库里拉发现的螃蟹只能接受被抓的命运。举起双钳的螃蟹如同缴械投降，被瞄了一眼后，因为体型不够分量，螃蟹才逃过一劫。在这种乌黑淤泥的泥滩土里寻找螃蟹，必须拥有一双眼观六路的眼睛，一旦有较深的水域都要进行摸索。这一摸索果然有螃蟹，但因为螃蟹是母的，只能被抛弃，只能继续沿着岸边向着上游处寻找。光脚在泥滩途中行走是非常危险的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尖利的石头和贝壳刮伤脚。一旦被库里拉抓住的螃蟹，都要进行一番观察，凡是体型不合格的螃蟹都会直接被抛弃。在寻找的过程中，凡是较小的螃蟹都不会多瞄一眼。骑在上方的螃蟹很快被锁定了，被惊吓到的螃蟹立马弃妻而逃，但已经为时已晚，直接被库里拉抓住了后脚。在库里拉天残脚的镇压下，螃蟹被踩得动弹不得。随后库里拉施展他娴熟的绑扎手艺，10几秒螃蟹就被五花大绑。至于母蟹，只好把它放到枯木缝隙里，让它繁衍生息。果然放生后的运气确实不一样，转眼之间一只螃蟹又被锁定了。被抓住后脚的螃蟹只能举起双钳做出无谓的反抗。为了避免母螃蟹被暴晒，好心的库里拉把它放到枯木底下的水坑中，公蟹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只能被库里拉踩在脚下绑了。这样的螃蟹谁不爱？躺平在岸边的螃蟹都无法逃脱库里拉的双眼。库里拉捕捉螃蟹的手法只有3个字：快准狠。但这种外强中干的螃蟹，库里拉都会一一把它放生。前方白色的身影吸引库里拉快速向前跑，听到脚步声的螃蟹快速地向水里逃窜。螃蟹这一举动反而激起男人的好强心，一旦被库里拉锁定的螃蟹都无法逃脱被捕捉的命运。被酸菜脚踩在脚下的螃蟹，很快在库里拉娴熟绑扎手艺下绑得动弹不得。螃蟹还没洗就直接放到麻袋里。10米开外的螃蟹又被库里拉锁定了，可见这视力已经达到了2.0，有可能超过3.0。以赶海为生的渔民一般比普通人的视力都要高。库里拉除了视力好，对于捕捉螃蟹的体型也非常严格，毕竟好的生态都要在严格的管控下才能繁衍生息。在这种沼泽地行走起来也是非常的艰难，凡是捕捉到的螃蟹都要用手指进行按压，外强中干的螃蟹都会进行放生，让它在枯木底下度过自己的余生。一旦发现体型合格的螃蟹，腰间的绳索时刻准备着，被惊吓到的螃蟹立马举起双钳保护自己的爱人。可惜螃蟹并不知道要抓的竟然是自己。团缩在一起的母蟹被放到枯木底下，公蟹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天灵盖直接被库里拉的右脚镇压住，被绑扎好的螃蟹只能抖动自己的6条腿。扛着麻袋的库里拉如同战神附体，附近的螃蟹都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反而让库里拉快速锁定他的身体。螃蟹任何反抗在库里拉的面前都不值得一提，但这里的螃蟹1斤就有500克，用来绑扎螃蟹的绳索重量根本不值一提。接着在枯木底下，一只螃蟹又被锁定了。库里拉来一招声东击西，将螃蟹的后脚抓住。看螃蟹的体型，应该是目前为止抓到的最大一只。为了绑扎螃蟹，只能走到岸边进行。很快抓到的螃蟹装了小半袋麻袋。这片区域是红树林的沼泽地，也是赶海捕捉螃蟹的好地方。走着走着就有螃蟹出现在脚下，一旦发现螃蟹后，库里拉的眼神都会游离在其他地方。毕竟快速发现螃蟹就会提高捕捉螃蟹的效率。强有力的钳子很快就被绳索绑得动弹不得。
抓螃蟹抓累的库里拉只能坐在岸边思考捕蟹的人生。捕蟹不仅要有强大且不怕脏的心理素质，而且还要有一手炉火纯青的绑扎手艺和捕蟹手法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